黄皮子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这么的，这怎么还碰见人皮子了？就在刚刚，我趁着月色往家里赶去，却不料在路上看到一只黄皮子在拜月修行。我常听老一辈的人说，这黄皮子会向人讨封。他问你他像人还是像神，不管你说什么，你都不会有好果子吃。他们只告诉我不要去招惹黄皮子，却没告诉我该怎么回答。万一一会儿他蹦过来，我该如何应对？在我愣神的2秒半里，黄皮子就发现了我。我看着一脸黄毛、眼睛冒着绿光的黄皮子，生怕他找我讨封，于是不等他开口，我脑子一抽，朝着他大喊一声：“黄皮子，你看我像人还是像神？”这么的，这怎么还碰见人皮子了？黄皮子一定没遇到过人皮子讨封吧？可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看你像个傻叉。最后，黄皮子伸出尖利的爪子对着我掏了过来，我直接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当我再醒来时，已经躺在医院，我妈眼泪汪汪的坐在一边。老疙瘩，你醒了？阿爸，我想跟我妈说我没事，没想到一开口就有液体顺着嘴角流了出去，到嘴边的话也变成了傻笑。孩子没什么事情，再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家了。医生，这孩子一直在傻笑，是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啊，我从头到脚都查了一遍，根本就没有问题。你个小瘪犊子，你是不是装病不想上学了？阿爸，这孩子可能是半夜撞到东西了，还是找马姥姥看看吧。马姥姥，您可算是来了，快来看看孩子吧。你这小娃娃是让有道行的黄皮子给迷了，这事儿不好办呐。马姥姥，我就老疙瘩一个孩子，我求求您一定要救救他，哪怕用我的命换都行啊。你是个好孩子，先起来吧。这黄大仙最是记仇也最难缠，肯定是你家小子做了什么冒犯了大仙。姥姥我只能叫老仙上来问问，看看这黄大仙有什么要求，答对他满意了，你家小子也就没事了。阿爸，黄毛小儿还不闭嘴！不知哪位仙友在这孩子身上，这孩子年纪小，狗屁不懂，冒犯了您老人家，也实属无心之失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为难孩子了。您看您有什么要求，这孩子家里都能满足。这傻叉打断脑子拜月，坏了脑子道行，老子什么也不要，就要他的命。老子修行这么久，傻叉二五子都遇到我，还第一次遇到跟我讨封的仙友。您看，没得商量，老子不折腾他个10年8载，再把他弄嘎，老子就不叫黄天赐。你这条小长虫，最好别多管闲事。黄天赐，闺女呀，你家这小子惹了大麻烦了，这事老身我办不了啊，你们自求多福，自求多福吧。爸，老疙瘩咋了？这是咋了？阿爸，公公婆婆，小菜他得罪了黄大仙，大仙来报复了，我们得向大仙赔罪。大仙说没说他有啥要求啊？砸锅卖铁也得满足大仙。婆婆，大仙说要折腾小菜10年8载，再要他命，这不芭比 Q 了？别害怕，傻了我们也好好养着，万一时间久了大仙儿气消了，愿意放他一马呢。你们没机会看到他长大了。黄皮子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我8岁了，自然明白没机会看到我长大是什么意思。此时我一股怒意涌上心头，也顾不得什么害怕，就直接跑进厨房就要自嘎。老疙瘩，你可别犯傻。爸，我爷我奶一起冲过来，抢过我的武器，顺手给了我2个大笔兜。我感觉憋屈，蹲在地上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慧云呐！院子里突然传来马姥姥的声音，我妈好像见到了救星，眼里又迸发出希望的光，手忙脚乱地跑出去，只是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我妈在回屋的时候低垂着头，比刚才看起来还失落，甚至有些绝望。公公，马姥姥身上的六仙说我们家鬼气太重，今夜子时恶鬼会前来索命，全家都遭殃。马姥姥还说把这符纸贴在大门上，可挡恶鬼3日，让我们趁这3日准备后事。大哥一家也躲不开。慧云，你快把陈胜叫回来，你俩拿着家里值钱的东西，知会你们大哥一声，带着你妈跟孩子赶紧逃。那你呢？我一把老骨头，可不怕他什么恶鬼，我在家等他，你们不用管我。不行，老头子，我不走，我跟你在家等着。为什么我家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难道就因为我得罪了黄皮子，就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吗？嘿，老子可没那闲工夫，别什么屎盆子都往老子头上扣。大仙，你能不能救救我们家呀？真不知道你到底是聪明还是傻。说你聪明，你他娘的找老子讨封；说你傻，你还知道找老子帮忙。不过你来这事也是报应，老子管不了。很快爷爷就让我妈去找我爸跟我大爷一家，而他自己拿着符纸仔细地贴在了大门上。老头子，不管来的是啥，我都陪着你，我去把我妈接来。她愿意跟孩子走就让她走，不愿意，她这把年纪也不折腾她了。爸，我听慧云说了，你赶紧喊我妈，我们一起走。老疙瘩，你特么的愣着干啥？还不快起来！阿爸，
啊不，这先别说老疙瘩，小圣子，你听我说，带着你老婆孩子赶紧走，别墨迹。我跟你妈年纪大了，活这么久也算够本了。你们带老疙瘩出去，外面能人多，老疙瘩也许还有救。爸，你说什么傻话？你跟我们一起走，你是我的根，没有了您还让我怎么活啊？我看着我爷跟我爸你拉我扯，磨叽半天谁也没走。而此时我大爷大娘也带着儿子女儿也上了门。爸，我妈呢？你妈接你姥姥去了。天快黑了，老大，你赶紧带着你弟弟一家走，再不走就走不出去了。走不出去就拉倒，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恶鬼无缘无故就要上门害命。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了，夏天天黑的晚，太阳虽然落山，可天边还挂着一抹晚霞。妈，老，你俩快进来。老，你咋不走了呢？你们谁在这门上贴的符纸？老，你别管那符纸了，先进房间里坐着休息一下。把这符摘了，你们是不是缺心眼啊？知不知道这符是干什么的？老，这符是阻挡恶鬼进门的，你赶紧进来吧，天马上就要黑了。这哪是挡恶鬼的，这就是招鬼符，赶紧把符撕了。太老的话让我爷愣住，虽然马姥姥很有名，可我太老年轻时也是远近闻名的神婆，对这些方面自然也懂不少。只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即便家里人出事，他也不给看。我相信妈，也许马姥姥说的对，我们家确实招惹了恶鬼，可这符未必是拦鬼的。老头子，先别摘，妈，要不你先进来，还有3个小时，你进院，我们关上大门再研究研究。好啊，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混瘪犊子，这是见我老了不中用了，这是不想让我进这个门啊！进门了半夜要被恶鬼吃掉，老婆子，我宁愿回我自己那破草屋上吊。娘啊，可别说这话，我这就撕。您想当年的名号也是响当当，有您在，恶鬼一定不敢来。天冷了，赶快进屋吧，我这身体可扛不住啊！夏天怎么还会这么冷呢？都快进来吧，别着凉了。恶鬼要进门了，小犊子，要老子说，你现在直接逃命去吧！现在还没到此时呢，怎么会有恶鬼要进门？黄皮子，你肯定是想吓我，我可不会上当。哼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恶鬼要来了，赶紧进屋，进屋！妈，您这是咋了？陈栋，父债子偿，你们的报应来了！快保护孩子！符纸没了，咱家BBQ了。黄大仙，我知道错了，请你救救我们家，我以后给你当牛做马，给你当牛做马，求求你救救我们家！爸，我跟你拼了！老啊，快松手吧，那是您姑爷啊！特么的，你有本事就冲我来啊！好，你们快跑，我来拖住这个怪物。妈和你一起挡着。这门怎么打不开？什么？快来人呐！二华子、赵大哥，快来救命啊！我妈开始大喊住在左右的2户邻居，可奇怪的是外面并没有任何动静，好似外面根本没有人。妈，当家的，拜拜，阿拜，特么的，我要嘎了你！陈明别去。嘿嘿。阿爸，王天赐，你想折磨我可没机会了。哎，黄大仙呢？啥也不是，放开老疙瘩！我失去意识之前，耳边听到的是我大娘发疯的嘶吼，只是想象中的剧烈疼痛并没有传来。我身后就好像有一道黄色身影将她撞了出去。当我再次清醒，我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炕上。老疙瘩，你可醒了？阿爸，老疙瘩，家里就剩咱们娘俩跟你明玉姐了。你爷爷奶奶死了，你爸、你大爷大娘，还有你哥明辉那孩子都死了。一夜之间，原本让人羡慕的一大家子就剩我们孤儿寡母了，还有我姐。姐姐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，我以后一定要对姐姐好，把她当成亲姐。平复了情绪后，我很快就翻身下了地，前往院子。院子里的人见了我，脸上都是同情。姐，我怎么能说出简单的字了？难道黄天赐昨天被我气跑了？小蔡，你是不是好了？哥，能搬。陈胜媳妇，你家这是邪乎，我怕下葬前再出风波，想着给你找个先生来瞧瞧，你看你怎么想的？你放心，这钱我给你家出。说话的是村长，他也姓陈，跟我们家也是实在亲戚。三哥，我也没什么主意，这事儿您做主就行。我现在就去找先生。下午4点，村长便领着一个老头进门，
我妈迎上去还没开口，老头就跪在一排棺材前放声大哭。哎呀，我的老姐姐，你咋就出了这档子事？先生，您怎么称呼？您认识我老？你是小圣子媳妇，你们结婚时我来做过席，你得叫我一声舅老爷。我妈是城里人，对于我爷家的亲戚，除了在本村生活的，我妈几乎都不认识，哪怕见过，也根本想不起来。我叫何进，你太老是我亲姐姐。我10几年前被儿子接走去了南方，那时候通讯不发达，所以跟你太老爷很少联系。舅老爷，您看咱家这是怎么处理？这是镇魂符，小圣子媳妇，你把这符纸贴到大门上去。这跟马姥姥的符纸很相像，但因为是实在亲戚，我妈没有丝毫犹豫就照做了。舅老爷，你知不知道是谁要害我们家？我来的时候，老三跟我说了，昨天马姑子来过，还给你一张符，说是能阻挡恶鬼进门。你老说的对，那符纸根本就是引恶鬼的。我估摸着趁你们在门口墨迹的功夫，恶鬼上了你老的身，先害了你老堂口的仙家，这才又来害你们。这符是我带来的，是我害了大家，都是我的错。这事儿也不能怪你，毕竟你不知道咱们两家的恩怨。何进说马姥姥原名叫柳如，当时我太姥爷对她一见钟情，两家也都同意。可结婚前一宿，我太姥爷移情别恋了我太姥，直接气死了柳如的爹和娘。柳如也愤恨地说要灭了太姥爷满门。可几十年过去了，柳如竟一直没提两家的恩怨，还在高人指点下供奉了条柳仙出了马。迷了老疙瘩的黄皮子跟柳如就是一伙的，他就是想让你着急，你一急乱了方寸就容易上套。小圣子媳妇，我看你这老疙瘩有仙缘，我带着他去你老家看看去。何进说罢就要拉我，我下意识把手背到身后，十分抗拒他靠近。或许是他太老了，我对上他就害怕。不去。舅老爷，孩子胆小，要不吃完饭咱们一起去。你们吃吧，我姐没了，我吃不下，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。舅老爷，您等等我们，我们跟您去。很快我们一行人就前往了太老家，其中跟我们一起的2位是村长喊来的2个本家亲戚，一个我叫四叔，一个我叫老叔，他们比我爸小几岁。圣嫂，有我们在，你不用怕。小波、小安，如果还有什么事发生，你们2个带着小菜尽管逃命，千万别意气用事。太老家在村子最西边，我们从我家走过去大概用了20分钟，而领头的何进就站在太老家门口，他不动，我们也不敢动。何进站了2分半钟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上前推开了大门。这院子里怎么这么冷啊？何姥姥家里面应该是有冰窖吧，不然怎么这么冷啊？这……何进嚎了2分半后，很快就起身走了进去，并对着正门的5个坛子跪了下来。而我妈被吓傻了，也跪了下来。这5个坛子分别装着枯黄白柳灰5种动物的遗体，并且它们的身体都不完整。然而我除了听见院子里何进的哭嚎，还听见了几道嘶吼声，让我只想现在直接晕过去。老疙瘩，你怎么了？太上台星，应变无停，驱邪附魅，保命护身，智慧明镜，心神安宁，三魂永久，破无丧清。一瞬间，我觉得大脑一片清明，恐怖的声音没有了。很快，我们又跟着何进来到祖堂，但这里都是七零八落的半截牌位，以及地上摔裂的香炉，香灰撒的到处都是。这怎么会变成这样？看到这一幕，何进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，一口老血喷出去，整个人直接昏死了过去。舅老爷，舅老爷只是晕过去了，趁现在天亮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鬼地方吧。村长看到何进神志不清的被背回来，瞬间脸色就变得极其难看。慧云呐，舅老爷在外面干了那么多年白事先生，他都这样了，你家这事不好办，家里这边我给你处理，你带着俩孩子回城里吧。不是三哥撵你们，你家就这2个苗苗了，我要是不把他俩保下，以后下去我哪有脸啊？我妈点了头，转身就带着我跟我姐在屋子里收拾东西。不能走，不能走啊！恶鬼已经在你家人身上做了标记，你们走了，他没杀够数，会去杀其他跟你们有关系的人。慧云，你尽管带着俩娃走，恶鬼要来找，就让他找我。不行，三哥，我三嫂还大着肚子呢，可不行啊。看来他是怕我们走了，恶鬼会找上他。毕竟按理来说，他是我太老的弟弟，恶鬼最应该先找他才对。很快天已经快半夜了，我准备给我爷他们守灵，而我姐就一直跪在里面烧纸。姐，小菜别哭。下半夜院子里除了蝉鸣，几乎没有别的声音。而我在地上跪了2个小时半后，我就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快跑！恶鬼，他们变成恶鬼了！我被嘈杂的喊声跟脚步声惊醒，正想问问怎么回事，我姐用力捂住我的嘴。我爷我爸他们回来了，小菜他们变成鬼了，我们躲在桌子底下，姐保护你。陈小菜，哥带你去玩啊！好啊。院子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人，其中一个四仰八叉不知死活的，正是我太老的弟弟何进。他是家里最有本事的人，如今他也生死未卜，我该怎么办？哥带你玩去。很快我感觉身体不受控制，呆呆的跟在他们身后就要往外走。小菜回来呀！
明玉过来，来妈妈这来。妈妈，黄龙降天，厉兽所栖，劲霄动张，消魔却飞，急急如律令。就督了，他大限已至。娃娃，拿着这个，除了你妈跟你姐，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。好自为之。老，他死了，我带他回去。黄天赐为了救你折损了几十年道行，以后你是死是活，全凭个人造化。黄天赐跟恶鬼果然不是一伙的，他之所以消失，是为了救我。那马姥姥也不是坏人，他也是为了救我才死。那是何进一直在撒谎，可他是我太老的亲弟弟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8岁的我只觉得脑袋里乱七八糟的，于是我赶紧走到何进旁边看看情况。他四仰八叉躺着，身下却湿了一片，我还以为老头吓尿了。走近时却闻到了浓重的血腥味。鬼，小菜，怎么是你？你没事儿？四叔转过脸去看何进，他也被何进那模样吓到，立刻去把人扶了起来。而此刻地上的人也陆陆续续都醒了过来，但却看不到我妈与我姐的身影。小菜，你妈你姐呢？不，知道。老疙瘩，你妈跟你姐被抓到后山去了。小菜，我们去找他们。老四，你照顾好舅老爷。很快，村长带着我和几个人就往后山去。所谓后山，就是我太老家后面的那片山，是村子里邪气最重的地方。村里人平时从不敢上去。小菜，你想说什么？三大爷，刚才恶鬼要把我抓走，是马姥姥救了我。马姥姥死了，大白蛇带她走了。我瞬间开口流利的把心中的想法说了出来，而村长震惊于我恢复了神智，片刻后反应过来，似乎没想到马姥姥会来救我。太老、马姥姥、何进，这3人都是能人，如今2死1重伤，此时后山一定凶险万分。哥几个也都有家有孩，你们怕死的现在就回去，我陈伟绝不开口埋怨一个字。那你回不回去？小圣子是我哥们，所以这趟山我上定了。三大爷，要不你们都回去吧，恶鬼是冲着我家来的，我爸我大爷他们都没了，如果救不回我妈跟我姐，我就跟他们一起死。各位叔叔大爷的恩情，我下辈子再报。大不了就是一个死，老子还能不如咱们老疙瘩？对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可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们这些爷们。都是好样的，我们继续走。老叔，你掐我干什么？我没掐你啊！你们谁逗老疙瘩？都他妈啥时候了还不着调？又咋了？不知道谁用力打了我。小安，是不是你打的老疙瘩？这可不是我干的啊！我离老疙瘩有1米，怎么可能是我干的？你们咋了？三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三哥，我不行了，我怕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明明下山了，这是鬼打墙。咱们遇上党了，今晚我们就算累死也出不去。大家稳住心神，别慌，再过会天亮了就没事了。我们农村习惯把鬼打墙叫党，我听老一辈人讲过，当你遇上党之后，不管你怎么走都走不出去。陈小菜，小菜回来，小菜，老疙瘩。村长拉不住我，只好跟在我身后一同往森林走去。很快，我在森林中看到了2个人。妈妈，姐姐，这里危险，三哥，你带着孩子们快走。来得好啊，何翠翠一家10口，一个不落都在这儿了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把我当家的害死了，还要赶尽杀绝吗？怎么，你在跟老娘谈条件吗？是谁竟敢坏老娘好事？柳烟，你作恶多端，害人性命，如今还不罢手？别怪本大仙儿将你猪嘎！还，不过是一只成了气候的黄皮子，也想插手我的事。今天本大仙儿就非要插手，你待如何？黄皮子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小子，用你的童子尿吃他！爸，没想到我这玩意这么厉害，早知道昨晚我就用了，这样我家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可恶的小瘪犊子，你特么的敢用这么脏的东西滋我，今天你们都得死！你要不放陈小菜，我黄天赐跟你不死不休。你可以看不上我黄天赐，可我黄家出了名的人多护短，你也可以试试与我东北黄家作对的下场。黄天赐，你跟这小子非亲非故，为何非要管这个闲事？这小子得罪了老子，老子还要留着他搓磨。你敢坏老子的事，老子就不答应。柳烟，你报复何翠翠的同时，也害死了你姐。我答应过你姐，只要你放过何翠翠的后人，就送你去转生。转生？我还能转生吗？柳剑，你以为你还是我的对手吗？你如今成了气候，我自然动你不得。如果加上我家老祖宗呢？你拿柳龙风压我？
我跟何翠翠的恩怨绝不罢休，我可以让这小子活到18岁，10年后我再来取这3人性命。如果你们得寸进尺，我现在就跟你们鱼死网破。行，让他多活10年，也算你给我老祖宗面子。我这就带他们下山，你对这天地发各誓，这10年你若作乱，必将魂飞魄散于天雷之下。我柳烟，这10年我若作乱，必将魂飞魄散于天雷之下。但这10年，这2娃娃不能离开爱坤村，否则誓言作废。我家老祖在黑省修行，并不知道此事，我也只能用他的名号唬住那恶鬼，为你争取到10年。这10年你们还是去寻寻高人，解了你的死局吧，好自为之。有了柳烟的承诺，很快我爷他们总算顺利埋下了。随后我老得知消息后，也很快的来到爱坤村，想要接我们去城里生活。小盛媳妇，你们就趁这个机会跟你妈走，等柳烟发现了，顶多在村子里闹腾一番，恶鬼嘎人也得有个由头。他如果真敢不由分说嘎村里人，那我就下地府告他。跟妈回去吧，我就你这一个孩子，实在经不起风险。很快我看着妈收拾东西，然后拉着我跟我姐就往村口走。村口我姥姥包的小客就等在那里，我仿佛走过村口的立牌，我这条小命就算彻底保住了。心里压着的大石头就快落地，我忍不住回头看了看身后送行的一群人，是村长带着本家的叔叔大爷，他们脸上挂着笑，真心的为保住而高兴。我姥也笑着朝我们迎过来，却在一只脚刚要踏进村子时直挺挺的倒了下去。妈，你醒醒，你可别吓唬我。小云，走，带孩子走啊！一定是柳烟发现我们要离开，是他搞的鬼。黄天赐，王大仙，我想说话。你长话短说，我坚持不了太久。老，你带我妈走吧。恶鬼不让我跟我姐离开，但没说我妈。10年后我要是不死，我带我姐去城里找你们。黄天赐，你说坚持不了太久，可这特么的也太短了。不行，老疙瘩你出不去，我也不走。妈，慧云不孝，您老人家自己回去吧。老婶儿，你带小菜走吧，我留下。我是太老的后代，有我在也算对恶鬼有个交代。小菜，这是我一直舍不得吃的零食糖果，都给你吧。爸。我看着我姐的背心，只觉得心如刀绞，于是跪在地上对我妈磕头，指着车示意他们走。老疙瘩，这娃子，快起来！爸。慧云，你跟大姨走吧，老疙瘩跟明玉有我们这么多人照顾，你放心。像老疙瘩说的，10年后他们没死，自然就去城里寻你们了。对，圣嫂，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。我们要是保护不了明玉跟老疙瘩，你留下也是无济于事。大姨以后老了身边不能没有个人。老疙瘩，你要听你叔叔大爷们的话，你姐是女孩子，你要保护好她。这俩孩子拜托你们了。小菜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走，快走啊！爸。姐，以后只有我们2个相依为命了。小菜，喊你姐上我家吃饭，晚上我妈包饺子。他叫赵刚，是我儿时的好朋友，只不过在村里上完初中，他就去镇上学了，而我跟我姐2个出不了村，上完中学也就没有再上学了。爸，我朝着赵刚打着手语，马上农历7月，10年前我家就是这个时候出了事。这几天我不想去别人家。小菜，你等着，饺子包好，我给你送过来。小刚回来了，也是，他考上大学了，家里该办事情了。每次村里有人考大学办酒席，我姐都会有些失落，哪怕她极力隐藏，可我太了解她了。小菜，如果我们没死，姐带你离开这里。黄天赐自从10年前让我短暂清醒一会儿就消失了，不管我怎么在心里喊他一次没有回应过。而何静也没离开爱坤村，而是一个人住在我太老的院子里，平日根本不出来。我姐担心他年纪大了出事，偶尔会去给他送些吃的，那里离后山近，我怕我姐出事也会跟着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去看何静，都感觉她阴恻恻的。饺子来喽，快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小刚，你咋地了？这孩子不能让什么给迷了吧？姐，小菜，我妈说你俩这个月够呛了，你俩想吃啥跟我说，我妈她给你做。你这小子，我们都没哭，你哭啥？很快赵刚哭够了，我姐就催着他赶紧回去，毕竟10年时间一到，恶鬼不一定哪天就上门了。黄天赐，你不会嘎了吧？嘿，你才嘎了！老子这阵子为了你个瘪犊子可没少折腾，你不敢，反而诅咒老子。我照常在心里喊黄天赐，而这次黄天赐终于出现了。此时我没有第一次见到他时的恐惧，反而是浓浓的欣喜，欣喜若狂。黄大仙，您折腾什么了？当然是查你们家跟柳烟的恩怨。你的舅太老爷纯属扯瘪犊子，跟你家有仇的根本不是柳如，而是他双胞胎妹妹柳烟。其实这一点我早就猜到了，毕竟当初马姥姥救了我，柳烟却要嘎我。不过他俩是双胞胎，舅太老爷不知道，以为是一个人也正常。小菜，
你记住，人敲门敲3声，敲4声那是鬼。什么？这么晚还有人上门，难道不知道这些天不太平吗？老妈，原来是纸人敲门，还真是个纸人，只是这纸人跟我以往葬礼见过的不同。姐，10年一到，柳烟大人让我来捉这2个小东西的魂魄。我操！这么的，你太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了。我去，黄天赐你怎么这么脆啊？纸人不再理会黄天赐，转过头想抓我，只是迎面而来的是一泡热气腾腾的液体，呈一个弧线浇到了纸人的脸上。姐，小蔡，牛啊，你真把他弄嘎了。黄大仙，你能不能带着我姐逃出去？你家这是牵扯太深，不彻底解决，你们走到哪儿都会被找上。可当初伤害柳烟的是我太姥爷跟太老娘家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非要斩草除根吗？你们想不想知道当年到底怎么回事？想的话，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也好让你死个明白。小蔡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姐看不见黄天赐，于是我给我姐比划着10年前米我那黄皮子要带我们去的地方，找出当年的真相。小蔡，我们跟大仙去看看吧，死也死个明白。黄天赐，你要带我们去哪？别废话，你跟着就完了。舅太老爷咋挂这么远的灯笼？怪瘆人的。你俩别出声，跟我来。这棵树常年被野狗浇尿，已经腌入味了，能遮掩住我们的气息。你俩轻点手脚上去看看。就太老爷跟恶鬼怎么会在一起？我姐没忍住惊呼出声，何进他们立刻发现了我们。没想到被你们发现了。跑，姐，跑啊！推了推我姐，我姐身体却很僵硬。我发现我姐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院子里的柳烟，整个人像没有生机的人偶。姐，我急得直哭。我姐这是被恶鬼给迷了。我寻找着黄天赐，这黄皮子已经不知道躲哪里去。我的好弟弟，好什么？我姐吐出的话格外冰冷，那根本就是柳烟的声音。这一摔，将我胸口戴了10年的吊坠摔了出来，那是马姥姥死前给我的，后来被我姐穿了绳子挂在我脖子上。喂，什么？小娃娃，你好歹叫我一声就太老爷，我也心善让你当了明白鬼。80年前，我跟柳烟私定终身，奈何柳家不同意，于是我们便想私奔，并且要在临走前将柳如卖了换盘缠，却没想到被你太老爷撞破，最后还将我狠狠教训了一顿。柳烟也被他爹绑起来关进了柴房。事后我在家养伤期间，姐就帮我带回了外面的消息，但我姐并不知道我跟柳烟的事。小姐啊，柳家二姑娘被查出了身孕，却不料柳叔当即就给二姑娘堕了胎，那二姑娘大出血人没了。当时我一听心都碎了，不过我心里更害怕的孩子是我的。我知道柳家一定会找我麻烦，只不过现在柳家马上要嫁大姑娘，怕影响大姑娘生育，这才没声张。一旦柳如成了亲，我也就芭比 Q 了。随后我就打上了我姐的主意，趁你太老爷成亲前喝醉，雇了2个人把你太老爷抬进我姐的闺房。一到天亮时，我就喊来人，将2人抓起来。最终你太老爷只能娶了我姐，而柳家准姑爷坏了何家的女儿名声，他们也不好再因为柳烟的事来兴师问罪。随后我半夜爬上后山，将柳烟挖出来，然后将柳烟养成厉鬼。而这些年我其实根本也没离开爱坤村，而是一直在后山给柳烟养魂，却不料10多年前被我姐发现，于是我们直接嘎了我姐，也害了姐堂口供奉的仙家。随后柳烟藏在我姐身上，再后来我们为了永远在一起，便开始用人的灵魂滋养我跟柳梅的魂魄，想以此实现永生的目的。而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用你们一家的灵魂助我们修炼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就安心去吧。什么人？黄天赐还是柳剑？你们2个好歹成了气候，怎么10年未见变成缩头乌龟了？我胸口的吊坠开始发热，就好像一块烙铁，瞬间让我清醒了过来。你是谁？莫非要插手我何家家事？你没资格知道我是谁。恨不得你这是找死！还好我姐没什么事情，就是身体凉了点。巨大的惊喜过后，我回过神将我姐抱起，就小心翼翼地往大门走去，生怕被何进发现。想走没门！我着急地冲上去用力踹，大门却纹丝不动。10年前的一幕再次上演，柳烟牵制着白蛇，何进狞笑着一步步朝我们走来。陈小菜，要赔！黄天赐此刻变得十分高大，一脚就连门带人直接踹飞到10米开外。进哥，柳烟见状，转身就飘过来，想向黄天赐报仇。
只是他还没靠近黄天赐，胸口突然被一把寒光宝剑刺穿。刚才在他身后的白蛇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男人。你是柳龙风？哎呀，柳千风，你终于来了！柳烟叫那人柳龙风，黄天赐却叫他柳天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小菜，你不知道吧？这位可是长白山柳家的太爷柳天风。现在叫柳龙风，他有个弟弟给自己改了名，他也非要改。不过你别看他辈分高，没什么大本事，跟我差不了多少。还得是你呀，柳千风，我跟这东西10年前就交过手，当初要不是这……你特么的能不能闭嘴？你跟我装什么？老子是黄天赐，你也太不把老子当干粮了！你看看你什么态度？咱们都是一个辈分的，你一点不尊重我。你跟一只小鬼斗了10年，最后躲在外面还搞偷袭，垃圾！你知道个屁！要不是这小瘪犊子在老子拜月时找我讨封，坏了老子的道行，老子会被这恶鬼压了10年。你说他找你讨封？柳龙风的语调都忍不住拔高了几分，随即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了我一眼。看来我当初犯的二对黄天赐影响还是很大的，也难怪他非要把我变成傻子。小菜，小菜，你没事吧？姐，跪！我用手语对着我姐比划着。恶鬼跟何进被黄皮子跟一个大将军给消灭了。我姐朝院子里看了看，却没看到我说的黄皮子跟大将军。还真是个傻子，我也完成了柳如所托，保这傻子一命。黄皮子，你好自为之。柳龙风一走，这吊坠就化成了灰烬，该不会柳龙风是从吊坠里出来的吧？你看什么呢？我知道了，当年柳如给你的是柳天风的蛇鳞片。你松开，你鼻涕搞我脸上了。黄天赐，谢谢你。明玉啊，你们俩现在怎么样了？这是我妈打来的电话。这10年来，我妈每天都在担心着我们，于是为了方便沟通，我妈就给我们买了手机。老沈，恶鬼死了，以后没人害我们了。我姐拿着手机大哭，似乎想把这么多年的害怕跟委屈都哭出来。电话那边沉默了片刻，也传来了哭声。很快，我妈跟我老舅连夜包了车过来。妈，小菜、明玉，你们两个受苦了。明玉呀，老婶今儿就带你们走。我知道你这10年一直在学习，老婶托人送你上大学，你将来肯定不比别人差。小菜，你要想上学，妈也能给你安排。我知道我老是有钱人，但是我现在的情况就只想老实在我妈身边。陈小菜，其实你要是想上学也可以，老子昨晚吃了那老灯，恢复了不少，让你正常跟人交流不成问题。黄天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小菜，你好了。黄天赐是谁？妈，我好了，我也想上学。黄天赐是当年迷了我的黄大仙。黄大仙是不是10年前那位？妈听说黄大仙爱吃鸡，等回城妈给他买烧鸡。烧鸡得每天1只，还得给我立堂口。只要大仙爱吃，我一天给你买3只烧鸡。小菜，你到城里上学了，可得好好学习。这是这些年你妈给我的钱，我都给你俩攒着呢，你留着上学用。三大爷这钱我不要，要不是这些年你们的照顾，我也活不到现在。等我跟我姐放假，我们就回来看你们。很快我们就上了车，可村长还是趁车门关上前，把钱扔了上来。这10年里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离这里，可如今真要走了，我舍不得这些人。小菜、明玉，别看了，现在交通方便，想回来咱们随时能回来。我的好孩子，这些年你们遭了多少罪哟！老不苦，咱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很快我跟我姐回了城里，我姐就被我妈安排进隔壁省的一所大学，学的心理学。而我妈说我傻了10年，要留我在家里教我为人处事。至于黄皮子，我妈给他立了堂口。黄天赐享受到了香火供奉。陈小菜，以后老子带着你行善积德，扬名立万，不然你一辈子恢复不了。我本以为他是在吹牛，却没想到第2天我妈的一个合作商就来了。我妈开大型商超，那人是附近一个村子开食品厂的，每周都会往超市送货。最近我妈就听说他家里出了事。纯姐，出事的是我儿子王子欢，因为我大哥王志是个盲人，1年前给他换了只年轻的导盲犬，可谁知道有一天半夜，王志牵着导盲犬回家，那导盲犬突然来了玩心，在回家必经的小桥上跳了下去，连带着也把王志带了下去。王志不会水，在水里扑腾一会就没了动静。当时桥头来了不少人，我家人听到村民说是导盲犬将王志带下水的，于是我家人将导盲犬打个半死，而王子欢直接给了导盲犬致命一击。从那之后，王子欢就说总能听到狗叫，半夜也总会惊醒。而1周前，王子欢回家的时候路过小桥，撞到了一个女孩子。后来王子欢就病了，吃不下饭，喝不下水，每天把自己藏在被窝里瑟瑟发抖。1只狗而已，老子我出马1个顶2。你让他留下压箱钱，我们跟他走一趟。我说我和大仙跟你一起去看看，但给人看事还得收钱，只不过多少钱凭心情给，多了少了无所谓。王姐很大方，从怀里掏出1万块钱给我，我把钱拿起来放到黄天赐的香堂上，我们就直接上了王杰的车，跟着他到了离市里不远的小黑子村。这村子怪有钱的嘞，在我印象里，村子应该跟我家一样，家家户户水泥房或者砖瓦房，条件好一点的就是平房，只有村委会是2层小土楼。小黑子村却是家家户户2层小洋楼，不少人家院里都停着车。
很快，我们跟着王杰进了他家院子，我就感觉他家的小洋楼上空笼罩着烟雾，烟雾里好像还有东西冲动，可惜我看不清。你等着，老子给你开天眼再看。有女鬼！小蔡，你说什么女鬼？王杰一脸震惊，他一直以为缠着自己儿子的是那只恶狗，怎么扯上女鬼了？先别管那个女鬼，我们先去看看他儿子再说。王叔，我先看看王子欢再说。你问问他这2天走夜路遇到啥了？啥也不是，还得老子来。我勒个豆！王子欢，你这2天遇到啥了？跟老仙我说说。你谁呀？老子是这山中修行100年的黄大仙儿，你妈你遇到啥了？告诉老子，老子给你做主。傻儿子，你快跟黄大仙说说，你到底咋回事啊？是不是那狗缠着你？是团团，就是那只狗。我这2天嫌家里热，索性在公司待到下半夜，凉快了才往家走。在我走到回家必经的小时，遇到了个年轻女孩，那女孩慌张地站在原地，好像前面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。帅哥，我刚下班回家，前面的狗就对我一直狂吠，我不敢过去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美女，你是不是加班太累了？这里没有狗啊。有狗，它就在前面。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谢谢帅哥，我家就在小黑子村隔壁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带着女孩刚走了一回，桥上果然传来一阵狂躁的狗叫声，我脑海中立刻想到了被我打死的导盲犬团团。虽然心里害怕，但我不想在美女面前丢了面子，硬是咬着牙大声训斥团团2句。团团，你别拦在这，你吓得姑娘不敢回家了。只是我话音刚落，就感觉到裤腿子被什么东西给拉扯住了，脚下还传出哼哧哼哧的撕咬声，这下子把我吓坏了。我直接拉着女孩就往桥对面跑，可我发现根本迈不动步。团团，放开，你害了我大爷，一命还一命，别缠着我了。此时我裤腿一松，我以为团团决定放过我们，却不料下1秒团团就朝女孩扑了过去。救命，哥救我，他要吃了我。我想救他，可我看不到团团，根本不知道朝哪里下手。于是我害怕团团把我也给吃了，就连滚带爬的跑回了家。然后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，耳边不是听到狗叫声，就是听到女孩大叫着让我救命的声音。行了，你先别说了，本大仙问你，那女的是不是带着发光，穿着一件卡其色的风衣，里面还穿着红裙子，穿黑色的高跟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知不知道人家叫啥名？我还没来得及问他。呸！你都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？你要送人家回家，你他妈也不是好玩意！你以为半夜遇到红衣美女是杀天降良缘呢？老子告诉你，天上能掉的只有女鬼，没有艳遇。大仙，我这不寻思着助人为乐吗？少他妈忽悠老子！那要是个糟老头子，你能想着给人送回去？那女人不是好人，那怨气重的哟！你要够呛了你！虽然同时被女鬼跟狗鬼盯上挺可怜的，但我当初的遭遇可比他惨多了。他好歹小命还在，家里也没出事。是小豆。王子欢顾不上害怕就往外跑，很快就看见一个10多岁的男孩躺在地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小豆是我大哥的独子，我大哥没了，小豆就被我接了回来。大仙，你们在家里待着，一会我让人过来做饭，我先把孩子送医院去。小蔡，我们跟上去看看。黄天赐，你是不是害怕了？老子是黄大仙，怎么会怕女鬼？你要真不怕，为啥一进院子不直接出手对付女鬼？我看小说里，大仙没见到鬼才会问东问西，见到鬼都是直接上。少他妈的揣测老子！要不是因为你，老子现在能这么窝囊吗？黄天赐一提这事儿，我只能老实的跟着他们。见我上车，王杰父子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朝着市里的医院开过去。这孩子是被东西砸到了，是不是哪个小瘪犊子往院子里扔的石头？院子里有监控，回去我抓到他非扒他的皮。跟着王家父子到了医院，小豆很快就得到了治疗，包扎一下打了破伤风就没什么事了。而王杰坐在走廊查看监控，我有些好奇，毕竟只在手机上听过这东西，凑上前去就看王杰的手机里出现了他家院子里的画面。画面里小豆走进了院子，就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砸中，但是被砸中之前他明显崴了一下脚，身体朝旁边歪了一下，否则那块石头就直接就能要了他的命。我看了10几遍，这石头就是从天而降的，根本没看出谁扔的。小蔡，今儿我们得住医院了，要不让小欢送你回去。回什么回？本大仙还没抓了那女鬼跟狗，就这么回去，老子脸往哪搁？叔，我先不回了，万一有啥事情也好有个照应。子欢哥，厂里的货好像不对，你快来看看吧。好的，我等下就来。爸，公司厂子里的货不对，你在这守着小豆，我回去看看。到底是做买卖的，一听说家里货出问题，王子欢似乎忘了那红衣姑娘跟团团了。快跟着王子欢！我在黄天赐的提醒下上了王子欢的车，他看到我好像想起了前2天的经历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。小弟，你可得护着我点。到了王子欢家厂子，工人说本该送到我妈超市的香肠少了一车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王子欢立刻调起了监控查起来，等他一点一点看完，货没找到，天又黑了。你找啥呢？找这么久？我一开口语调就变了。王子欢听见我语调变后就站了起来。大仙，我货丢了，我找货。你说的是这堆吗？此刻好像有一道透明的烟雾消失了，丢的那一车的香肠
就整整齐齐堆在墙边。这，大仙你可太牛了！大仙啊，你可得救救我！团团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正好天黑了，你带我上桥看看怎么回事。很快，我们跟着王子欢到了他说的那座小桥上，就听到一阵剧烈的狗叫声。不是黄天赐，他被吓到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被吓一跳？你小子没听过黄蹄子怕狗吗？我知道黄蹄子怕公鸡怕大鹅，怎么还怕上狗了？大仙，你听到狗叫了吗？此时桥面上若隐若现的出现了一只狗，不断的冲着我们狂吠不止。只是那狗虽然是对着我们叫唤，却又像是透过我们在对着别人叫。这家伙就好像我身侧站着人在跟他开玩笑一样。如果空气中有腐臭的味道，或许我真的会笑。哥，救救我啊！前面的狗要吃我。她就是我说的那女孩。哥，你这2天怎么没来送我回家？你特么的别过来！大胆女鬼，敢在本大仙面前作恶！老子告诉你，你最好赶紧回去，不然让你灰飞烟灭。虽然黄天赐气势十足，可女鬼丝毫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依旧缓慢地朝王子欢走去。他不怕老子，老子也没招了，还是往前跑吧，让那恶犬跟他斗。很快我就不受控制，一把拉住王子欢，朝着桥头对面跑去，而恶犬却无视着我，直接向女鬼扑了过去。怎么不跑了？让他们斗，等他们2败俱伤了，老子出手将他们一起灭了。团团不断的撕咬女鬼，他拼命想推开团团，发现推不动后，竟然抱着团团的狗头狠狠地咬下去。狗东西终于死了，现在轮到你们王家人了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从未害过你，你为什么追着我不放？无冤无仇，无冤无仇，你也得死！黄皮子，不要多管闲事。老子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灭你这女鬼是天经地义。那欠债要还，是不是天经地义？你说说这王家小子欠了你什么？欠你钱，老子这就让他爹给你多烧点纸钱，金元宝双倍，不10倍烧给你。你看你也一把年纪了，就别闹了。还，他家欠了我的命，只能拿全家的命还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也别怪本大仙了。黄天赐飞快地跟女鬼缠斗在一起，他挠女鬼一爪子，女鬼给他一巴掌，一时间2道身影难舍难分。我转头一看，王子欢呆呆地看着桥下面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。我顺着他视线看过去，下面桥墩子的地方有一个长条的黑色的身影，那是团团吗？当初大家都打他，他被打瘸了一条腿，慌忙中朝我这边跑来，好像在求我救他。我平时总为他，当时也心软了，可他们大喊让我打死他，他是害死我大爷的祸害，我一咬牙就给了他致命一击。这也没办法，毕竟大爷比狗亲多了。你们2个王八犊子还在那探讨人生呢，老子弄不过他，老子先跑了。黄天赐，你大姐，你别冲动啊！据我所知，就算是鬼随便害人也要受惩罚，你可别为了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。你跟王子欢有啥仇有啥怨，你跟我说说，我帮你们沟通一下。我就算永不超生，也不会放过王家的任何人。好在女鬼说不会放过王家人，可没说不放过我。她嘎王子欢可就不能嘎我了。特么的，这王八犊子偷摸跑了。你好，我叫陈小菜，要不我们聊聊？我本来想拖延时间，说不定等天亮他听到村里公鸡打鸣就跑了，没想到女鬼竟然收敛了身上的阴气，黑气散去后，她变成了年轻女人的模样。我叫王丽娟，请坐。我来个道。还特么跟女鬼讨论上人生啊？你不是跑了吗？放屁，老子那是找帮手去了。那你帮手在哪？小弟，你没事可太好了。小弟，刚才我没跑，我跟你说，刚才我见鬼了。可不就是见鬼了，我也见了，那么大个女鬼。小弟，我说的鬼不是那个女鬼，是我大爷。本来我想让女鬼放了我，可突然就被什么力量给带到了水里。接着我大爷用嘎子窝夹着我，一路狂奔回了家。我知道你不信，可我说的是真的。不用说了，等天亮我回去。阿爸，我本想说等天亮就回去把钱还给王姐，不想再冒险了。只是说着说着，我那种口不能言的感觉又出现了。你别急，老子的法力损耗太多了，等老子灭了那女鬼，那是大功德一件，到时候你就恢复了。你信心怎么这么大呢？话都不会说了。王子欢见我这模样也是手足无措，无奈之下只能给他爸打电话让他爸回来。鬼阿爸！小弟，这就是我大爷。小欢，你爸呢？小豆住院了，我爸在医院看着他。当初我爸他们死了又回来，就已经不是我爸了，而是被恶鬼控制的。王志该不会也是被王丽娟控制，回来干王子欢的吧？你放心吧，王志没有问题。大爷，你死的惨啊！我给你报仇了，我把那畜生打死了。小豆，你放心，有我跟我爸，我们一定把他抚养成人。王丽娟，看来他知道女鬼的身份，只可惜我又说不出话，没办法问他。眼看着天要亮了，我赶紧走去戳了戳王子欢。王子欢正哭得来劲，还不耐烦地朝身后挥了挥手。小欢，你干啥呢？我在和大爷说话呢。大爷，你大爷在哪呢？爸，我大爷不就在这里吗？我大爷呢？此刻王子欢终于发现，
他面前此刻除了一滩水迹什么都没有。爸，你们咋回来了？刚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小豆非说昨晚梦到你大爷了，哭着闹着要回来，医生也说他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带他回来了。哥，我梦到我爸了，我爸跟我说王丽娟。小豆，你说啥？我说我爸跟我说王丽娟。你爸还说啥了？我爸就说了王丽娟3个字，别的啥也没说。爸，刚才我大爷回来了，他好像也跟我说了王丽娟。王丽娟不是我姑奶吗？王丽娟是你姑奶？老爸，我记得咱家有本老相册，那里面应该有姑奶的照片，你放哪了？快拿出来我看看。在2楼杂物间。很快，王杰和王子欢惊慌失措的上了2楼找相册，里面的照片几乎都是黑白的，看着最少得有几10年。找到了，爸，是她，我前几天遇到的女人就是她。老叔，我昨天进院子就看到她趴房顶，就是她拿石头打我。这是你姑奶，你姑奶他老人家完了，他回来报仇了。爸，姑奶不是年轻时候就去世了吗？什么叫回来报仇？报什么仇？这事儿说来都是我那个糊涂的爹做的孽啊！50年前，王志的姑奶王丽娟17岁，跟王志他爹王大强是兄妹，从小没爹没妈，兄妹俩相依为命，一起长大。那时候王大强23岁，已经娶了王志他妈杜兰花。可王丽娟对这个嫂子十分看不上。有一次，王丽娟下夜班，竟然跟村里出了名的小流氓手拉手进了家门。王大强起早去灌区干活，杜兰花挺着大肚子见到王丽娟，就立刻要求他俩分开手。可杜兰花越是生气，王丽娟越开心，小流氓却不爱听了。特么的，你别逼逼了，听着我就烦。我告诉你，打雷下雨不变天，此生我只爱王丽娟。等一下，我先给兄弟们发波福利，之后你再说。如果你单身又想要个听话的女友，可以试试左下角这款被真人美女包围的游戏，性感御姐萌妹萝莉，你想要的全都有。幻想中的剧情互动式的玩法，让你一直沉浸在和真人美女约会的乐趣。小程序版本无需下载，赶紧点击左下角试试吧。快喊人，喊村里接生婆老赵太太，我快不行了。王丽娟和小流氓反应过来就跑，也没有去找人帮忙，而是在纺织厂宿舍里躲了半个月才回来。看见杜兰花正坐在院子里，王丽娟以为没事儿，立刻换了嘴脸，对着杜兰花颐指气使。快收拾房间做饭去！你做这死样给谁看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孩子死了。好你个王大强，你为了这么个外人打我，要不人家说娶了媳妇忘了娘，你这是娶了媳妇不要我这个妹子了。你打，你有种把我打死！你把你侄子害死了，你这个祸害，你害你嫂子不能生了，你陪我儿子。王丽娟那天离开，杜兰花的孩子就胎死腹中，最后是邻居送她到了镇上的医院，而镇上的医生当场宣告，杜兰花以后很有可能无法怀孕。王大强想到这些后打得越来越狠，最后王丽娟被王大强失手活活打嘎，一下子王大强就清醒了许多。于是最后王大强就把王丽娟草草埋葬，并对外宣称王丽娟跟野男人跑了。因为王丽娟一直心高气傲，左邻右舍都不待见她，再加上她在纺织厂也总跟小流氓混在一起，别人也就信了王大强的说法。过了1年左右，杜兰花怀孕了，给儿子起名叫王志。当天晚上，王大强躺在儿子身边，却发现孩子身上竟有王丽娟的血。大强，你怎么了？丽娟的鞋子在哪呢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这我刚刚明明看到了。没事，你应该是做梦了。王大强不知道刚才是自己在做梦还是眼花了，打了个马虎眼就躺下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杜兰花醒来后就目光呆滞。王大强让她喂孩子，可杜兰花依旧是不为所动。王大强想到了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也是有些害怕，顾不上抱孩子，就跑去找了隔壁老赵太太帮忙。年轻时的老赵太太其实是10里8村有名的神婆。你家这是遭了邪祟呀！老赵太太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吧，求求了。这几日好好给你媳妇补补，这符纸你贴在门上，鬼怪不敢进来。有了这张符纸，王大强家再也没闹过怪事。随后王志5岁的时候，杜兰花又怀孕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王大强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前2次的激动，反而有些紧张，变得疑神疑鬼。杜兰花被他整得神经衰弱，肚子也总隐隐作痛，无奈之下只能回了娘家，一直住到王杰出生。王大强听说杜兰花又给他生个儿子，见杜兰花心切，带着王志想从林子里穿过去，却不料王杰被突然伸出来的树枝戳瞎了眼睛，王大强直接被树枝刺穿了心脏。王志捂着双眼跌跌撞撞四处乱跑，是被只大黄狗带到大路上才被人发现，送到了杜兰花娘家。那只狗一直陪着我哥，后来跟村里的狗生下了后代，那只害死我哥的就是那只狗的第3代。哼，那王志哪里是狗害死的，分明就是女鬼作祟，只是那狗敌不过女鬼，这才害了王志性命。黄天赐，现在怎么办？王丽娟这怨气可不是一般的重，若不是那金毛犬做了鬼咬伤他，咱们怕是都得遭殃。他既然这么厉害，怎么早不下手晚不下手，非等这个时候下手？王大强死的时候，王志不是被狗救了吗？我看这狗兄弟就是专门克王丽娟的。
王姐，你妈还活着没？活着的话，带我去看看她。大仙啊，我妈生完我身体一直不好，我10岁的时候我妈就没了。这些年我大哥瞎了眼睛，还有当爹又当妈把我带大，我成了家孩子都10多岁了，他才在村儿里人介绍下娶了隔壁村的傻女人。那女人生下小豆就走丢了。你说我们这哥俩命咋这么苦？老子下去找杜兰花，你们在家等着。若老子晚上还没回来，就将这符纸贴在门上，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可出去。紧接着王子欢就安排我去2楼补一觉，毕竟折腾了一宿，我实在是困得不行。小弟，这是我妈原来的屋，你就对付眯着。王子欢母亲的房间虽然看着没有住过的痕迹，但却十分干净，并且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。这是王子欢母亲的房间，那中间的女人大概率就是王子欢的妈，而这两个孩子应该就是王子欢跟小豆。我来到王家，倒是听他们提过王小豆的母亲、王杰兄弟的母亲，但唯独没提起过王子欢的母亲。而且这5口人有4个笑得都很甜蜜，唯独中间的女人笑得并不是很开心的样子。很快困意来袭，我也无法思考王子欢母亲去了哪里，便倒在床上便沉沉睡去。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一个年轻女人慌慌张张跑过王家门口。小杰也20多岁了，该娶的媳妇了。可咱家这条件，有我这么个拖油瓶，哪家姑娘愿意嫁过来？贝贝，你说我也把小杰带大了，没了我他以后能轻松点，我也该去死了。贝贝，你要去哪里？贝贝，放开我！这是谁的狗？放开我！贝贝，你咬人了，咋回事？姑娘，你是？我叫秦玉，是被拍花子拍走，一路逃过来的。那你家在哪？家里人重男轻女，回去也是把我嫁给村里老光棍。王家兄弟收留了他，王杰跟秦玉日久生情，两人很快成了婚，生下了王子欢。随后王家的破房子也被翻盖成2层小楼，只是秦玉不见了，而王志在王杰的张罗下娶了个傻媳妇，生下了王小豆。耳边传来敲门声，我想睁开眼睛，梦中画面却陡然一转，秦玉满身满脸都是血，地上那血肉模糊的是老狗贝贝。秦玉表情十分凶狠，嘴巴开开合合说着什么，我却听不清。小弟，醒醒，快醒醒！没事吧？我在外面叫你半天，看你没动静才进来。没事。你一天没吃饭，应该饿了吧？我们先去吃饭。快来吃小菜，这都是我特意让工人给你准备的好菜。真香！你们坐着，我去看看。别去！黄天赐说过，人敲门3声，鬼敲门4声，这么晚还在外面敲门呢，必定不是人。小弟，这外面的难道是？王哥，快开门啊！你是老钱吧？是我啊，王哥。仓库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着火了，里面的货物全部烧没了。什么？难道是外面的人是不小心多敲了一声？毕竟人家仓库着火，着急多敲一声也不奇怪。这么大没听过鬼敲门才敲4声，那玩意一见你没开门，变得生骗你，你还真上当。黄天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老子不是说了，老子不回来你们都别出去，老子转身你们就把我话当放屁。老子下去找到那杜兰花，他说那些年王丽娟不止1次回来报仇，也不知道是没成气候，还是因为那只狗，总之他想害人却一直没得手。我把那狗带回来了，等会儿让他出去咬死那恶鬼。狗在哪儿呢？就在这里面，待会儿我就让那女鬼好看。刹那间，外面响起一阵愤怒的狗叫声，紧接着女人凄厉的嘶吼响起。小蔡走，老子带你出去看看。黄天赐，你不下去帮狗吗？老子为啥要帮他？行吧，老子告诉你，等这狗把王蜜娟咬死，你明天早上能说话了就去报官。报官？不会抓鬼吗？特么的，老子是叫你到屋里那9王八蛋，滚！你给老子闭嘴！黄天赐快速将王丽娟踢飞出去10多米，紧接着黄天赐薅起地上还未完全消散的狗尸就往嘴里塞。很快黄天赐将狗尸吃完，身影就突然直接长到近2米。特么的，老子忍你很久了。黄皮子，你特么的找死！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黄天赐终于打了王丽娟，囫囵的将王丽娟吞下。完犊子玩意，明天早上记得报官。小弟，你没事吧？女鬼被灭了吗？已经灭了。你能说话了？今天太晚了，我明天再回去。好，你还去白天睡那屋，敏儿叔送你回去。对了，小欢，再拿3万块钱给你小菜弟。黄天赐，你为啥让我报官？为啥抓王杰他们？你不知道报假官是要吃牢饭的吗？黄天赐不知道又跑到哪里，我怎么叫他也不回应，于是迷迷糊糊我又睡了过去。很快耳边就隐隐约约有个女人在低声哭泣，我努力想睁开眼，但怎么也睁不开。被哭声折磨了一夜，我头疼欲裂，却发现周围根本没有人。难道是鬼压床？小弟醒了没？下楼吃饭了，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好，我收拾一下就出来。想到昨天黄天赐交代的，我拿出电话刚要拨号，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和捕快说。捕快叔叔，我在小黑子村，我怀疑村里有干人犯，你们快点来吧。好，我们马上就来，请你在原地等待。好，要是捕快来了，没什么特殊情况，我就推到王子欢大爷身上去。反正他大爷刚死不久，怀疑被人推下水也说得过去。
这怎么回事？谁叫捕快来的？我叫的。小蔡，你叫捕快做什么？捕快叔叔，我举报王杰这个王八犊子拐卖妇女，嘎人灭口。小蔡，我把你当亲侄子，你特么的怎么能污蔑我？那女鬼都跑到老子面前申冤，你这次还想抵赖不成？捕快叔叔，那女人尸骨被这歹人煮熟剁碎又烘干，磨成了粉末，砌在墙中。你们去2楼楼梯口第3个房间，挨着窗户的墙里还有一颗碎牙，半截断指。捕快同志，你可别听他瞎说啊！他是我朋友的孩子，脑子有病，一天就会装神弄鬼的。他说这话谁能信？叔叔，我说的是真是假？等你们法医同志一来便知。要是我报假官，我就进去蹲大牢。我姓程，市刑捕大队队长，你别叫我叔叔。程大队长，这真是小孩闹着玩报假官，这孩子跟我儿子玩崩了，我也没想到他这么任性。你看，行了，是真是假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他报假官，我肯定抓他，但是我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罪犯。小坤，你去把法医带过来。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我告诉你们，那手指头在哪儿？需要你配合的时候，自然会叫你。现在请你老实待着。黄天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子问你，你这2天睡觉有没有梦到个女的？昨晚上你还想睁眼睛来的，被老子给按住了。梦到了，她叫秦玉，是王子欢他妈。那就对了，这一家子混蛋把秦玉给坑惨了。秦玉怎么了？老子来到王家就发觉2楼不太对劲，总能感受到一丝亡魂在挣扎。老子下地府前，那女人魂魄十分虚弱，却还是现了身。她告诉老子自己被王家人所害，被那恶犬所害。难怪你不帮忙，还把你狗吃了。那这么说，王丽娟岂不是冤枉的？王丽娟传手自作自受，这一家子都是坏种。黄天赐说他解决完王丽娟便上了2楼，让秦玉详细说出实情。我当年嫁给王杰后，就在家照顾瞎眼的王志，操持着家里的活计。很快我生了王子欢，王杰也开了小工厂。我想着家里条件好了，也找人给王志说亲。只可惜对方一听说王志是个瞎子，不管媒婆怎么说，都不愿意嫁过来。日子就这么过着，王杰的工厂规模扩大，王子欢也上了高中。我对现在的生活十分满足，只是奇怪那狗竟然还活着。正常的狗也就活10多年。他刚到王家的时候，就听王家兄弟说，这狗已经陪了王志20多年。加上我嫁进来10几年，赫然已经快40岁。我问过王姐，王姐让我不要乱想，更不要去碰那只狗。虽说这是奇怪，可王志喜欢了狗的陪伴，我也没在外多问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不小心发现了王志跟狗的秘密，我无法接受这种变态的行为。当天晚上就告诉了王姐，王姐说天亮就去把狗打死，给大哥正经娶个媳妇。转身出去给我倒了杯牛奶。我对王姐没有丝毫怀疑，喝下牛奶便沉沉睡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就发现自己在王志的床上。有些事情你要烂在肚子里。我明白这兄弟俩拿了我的把柄，以防我出去乱说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发现自己怀了王小豆。我本想打掉，但王志拿王子欢威胁我。紧接着，我被2兄弟关起来，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。为了让王小豆身份合理，对外就说王志娶了隔壁村的傻女人，而我被他们说是耐不住寂寞，跟野男人跑了。慢慢的，我肚子大了起来，却一直没放弃杀狗的想法。直到那狗生了小狗，王志让快临盆的我像伺候月子一样伺候老狗。我知道终于等来了机会，拿着菜刀说给老狗杀鸡煲汤，却趁着王志不注意将老狗剁得稀碎。等王志发现时，老狗已经成了一滩烂肉。随后我就被王志用力推倒在地，动了胎气，折腾了1天1宿才生下王小豆。我知道自己留下活不长，便找了机会就要逃出去。我准备好了一切，临走前想着再见王子欢一面，没想到王子欢大喊着叫醒了王杰。我被王杰用破麻布堵了嘴，拖回屋里活活打死。死前我悄悄掰掉了自己1颗碎牙，咬掉了自己的小拇指扔在墙角。我本是南方大山中的姑娘，家里老人会些巫术，想着留下自己身上的物件作为媒介，自己能化成厉鬼回来复仇。只是没想到王家人这么狠，竟然将我剁碎煮熟再烘干，最后磨成了粉末拌在水泥里，拔掉了我房间原本的墙，重新砌了一遍。我不仅无法化成厉鬼，就连魂魄都十分虚弱。放心，老子会为你讨回公道。谢谢你。万幸的是，王杰做这些事太仓促，竟将秦玉的断指跟碎牙缝在了墙里。我实在没想到，竟然有人会这么残忍。你没想到的还多着呢。你可知道处理秦玉尸体的办法是谁提出来的？是谁？就是王子欢这个瘪犊子。实在不敢相信，他对自己母亲这么残忍。还有那个小瘪犊子，你别看他年纪小，他早就知道他跟王子欢一个嘛。难怪王小豆看我的眼神也那么凶狠，原来他在怪我多管闲事。秦玉房间的墙被拆了。法医很快在墙体中提取到人体组织跟细小的碎物，也找到了黄天赐说的断指跟碎牙。王杰跟王子欢都被带走，程队长也把我一同带回了警队。哎，秦玉真的太可怜了。